我不是易正华。可是我当时真的不知道啊。杜鹃，我这次回来就想问你，依依是我的儿子吗？你怎么会这么问？他当然是你的儿子。你告诉我，依依是我的亲生儿子吗？正华，我不是易正华，我是程康生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当年我在医院醒来的时候，你就已经怀了依依，对吗？你说话呀，你说句实话好不好？你是依依的亲生母亲，你怎么可以让她背负这么沉重的秘密呀？让她叫一个陌生人爸爸？你这样做，对我不公平，对依依也不公平。杜鹃，你知道吗？你毁了我跟依依的人生。不是，你不是陌生人，你是他爸爸。正华，正华，不要拆穿这一切。我们一家人还像以前一样好好的生活，好不好？依依她一直以为你是她的亲爸爸。依依，依依，我给你爸爸。你别碰我！你太可怕了！以后你的话我再也不会相信了。依依，依依她一直以为你是她的亲爸爸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当年我在医院醒来的时候，你就已经怀了依依，对吗？我不是爸的亲生儿子，那我到底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是原先跋扈的依依？不对，我是一个连自己爸爸是谁都搞不清楚的傻子，是一个活在谎言里的笨蛋，自以为自己聪明的可以骗得过所有人，却被自己的妈妈骗得团团转的呆子。她是你同父异母的姐姐。依依，你别走啊！你说过你永远都不会伤害我的。放手！放手！我不知道我们怎么会变成这样。爱一个人的心不可能会说变就变的。你说来就来，然后说走就走，你伤我！你够了！不够！你的话都不是真心的。叫警察来，把这个疯女人给我赶走！我到底做了什么？因为我自己被伤得这么重。对不起，思琪，我母亲还有我对你的伤害，对不起，所有的一切。
一整天除了喝酒还是喝酒，你是不是以为喝醉了就可以把你以前做过的所有事情都忘了呢？依依，你听妈说。我不听你说。那个人是不是我爸爸？依依，他是谁不重要。怎么就不重要？那是我亲爸爸呀！这几年因为你的谎言，你知道我对他做过什么事情吗？不重要这3个字，你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说出口了？就算是你的亲爸爸，可是这30年来，他没有尽过一天父亲的责任呢。这30年，陪在我们身边的是另外一个人。你太自私了！依依，你不知道我当时的处境。我开始并不知道你的爸爸不是易正华，可是当我知道的时候，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。我不敢说，我不敢失去他，我不想让你当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。作为一个母亲，我唯一的选择就是给你一个完整的家。只要能让你过上幸福的生活，我愿意付出所有的代价。你不要再拿我当借口了，这不是我的选择。你逼着我成为你的共犯，欺骗爸爸，欺骗四季。你甚至还骗我说我跟四季有血缘关系。依依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当我知道四季是我姐姐时的那种感受？你是我的亲妈，你怎么忍心看着我受着锥心之痛？依依，我错了，我真的是为了你。你现在可能还不能理解，可是有一天你就会明白，为了孩子，让我下地狱我也愿意啊！你别再找借口了！你所谓的保护和牺牲，早就杀害了我爸爸和我。你是我的儿子，你要我怎么做才能原谅我？来不及了，你的谎言已经让这个家支离破碎了，来不及了。依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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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依依。依依，你是妈的儿子，妈不能失去你啊！各位福康食品的伙伴们，今天是我梁文作为福康食品的董事长召开的第1次干部会议，也是最后一次。众所周知，福康食品这个老牌子在前任董事长的领导下，他走的是一条稳妥和保守的路线。现在既然我接手了，自然要闯出一番新的气象。所以我决定，福康食品即日起正式更名为高升食品。为什么要改名字？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是高升？从今以后，高升食品就是我们公司的正式名称。希望各部门即刻着手将所有的商品更名为高升食品。我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，高升食品会越发茁壮，超越福康。董事长，福康食品已经有40年的历史，消费者认的都是福康这个金字招牌，你怎么能说改就改呢？
为什么不能？董事长不会同意的。小雅，我要提醒你，我现在是高升的董事长，高升的一切我说了算。爷爷才是福康食品的主人，你这么做是违背爷爷的意思。够了！现在这里做主的人是我。你这么做，伯母会同意吗？向总监，请注意你的态度。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在质疑我？我知道在你眼里我什么都不是，但我不能看着爷爷的心血毁在你的手上。张秘书，马上把这个人调到工厂里去做监工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想再看到他。是。好端端的公司为什么要改名字？你们女人真是头发长见识短。梁董在老董事长手底下干了这么多年，一旦大权在握，还不得大刀阔斧的表示一下自己才是当家做主的人吗？原来是这么说，老董事长快不行了，要不然梁董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胆子？知道呢，他们上面这么多也不关我们的事，我们一边看着就行。福康食品要改名，董事长爷爷知道这件事吗？我说你鬼迷心窍了是不是？这样的女人我看多了，还不是冲着你的钱来的？爸，叶雪不是这样的人，你为什么不愿意试着多了解她一些呢？我不想了解她。如果你坚持要和她在一起，那从今天开始你就离开这里，永远不要再回来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从今天起，我不会再踏进程家一步。我们父子俩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？当初我要是对你多一些耐心，好好的劝劝你，也就不会有这30年的空白，更不会像现在这样，连一句对不起你都听不见。爸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当年真的太任性了。爸，您醒了吧？爸，我是康生，我回来了，您的儿子回来了。爸，这件事情只有2个人知道，如果爸爸知道，他不会原谅妈妈的，跟妈妈一起守着这个家，守着这个秘密，好不好？为什么当时我不能勇敢的拒绝？为什么我要成为谎言的帮凶？你让我抢走了他的爸爸，你还要让他一辈子都蒙在鼓里吗？这件事情如果让童四季知道，他怎么面对世人呢？别忘了，当初是你跟我一起欺骗你爸爸的。我根本就没有资格埋怨，因为我也是酿成这一切悲剧的凶手。四季，对不起，我连和你说出真相的勇气都没有，
因为我也是害你和亲生父亲骨肉分离多年的凶手。哟，这不是远仙集团的易总吗？怎么，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啊？离我远点。我确实应该离你远点。像你这种目中无人的家伙，难怪我们沈令要离开你。易，不管怎么说，我都是你的前未婚妻。虽然说我们散了，我也希望你能够幸福。但是看到你今天这个样子，你过得很不好啊。幸福？你现在过得幸福吗？看来你已经找到自己的幸福了。祝贺你。这次，易，我一直很想找机会感谢你，可惜一直都没有机会啊。谢谢你不懂小令的好啊，才能让我回到他的身边，直到永远。杰森，我们还是换一家吧。你很痛苦吧？躺在这儿一动不动的滋味不好受吧？你知道吗？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了？我为了夺走你的一切，我忍辱负重的待在你们程家。今天，我总算可以不辜负我的父亲梁高升了。怎么样？很惊讶吧？不错，我就是梁高升的儿子。当年你夺走了我们的一切，你害死了我的父亲，才成就了你今天的福康食品。现在，我又从你手中夺回了福康，我用我父亲的名字把它改为高升集团。啊，对了，我还有件事忘了告诉你，股东们已经卸任了你董事长的职务，现在我是董事长，高升食品的董事长。真是稀客啊！易董今天怎么有空来拜访啊？为什么把福康食品改成高升食品？哦，这好像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事情，我没有必要向您汇报吧？如果我的身份不是远仙的董事长，而是程康生呢？你在开玩笑？梁文，其实你早就知道我是程康生了，对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。哼，之前的几次见面，你都放出口风在试探我，你不就是想知道我是否真正失去记忆了吗？那只是一种你的推测。对于我来说，程康生就是一个死了30多年的人。你说你是程康生，你有什么证据吗？再说了，一个消失了30多年的人，还会有人在乎吗？梁文，不管怎么说，
你改变不了我是程康生的事实。够了！哼，程康生，程康生，好啊！既然你已经恢复记忆了，那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。今天来你要干嘛？我想知道，你是莲心的丈夫，也是我的姐夫。这么多年来，我父亲提拔你、重用你，你为什么还要吞掉福康？这个问题你要去问程定雄。你去问他，当年是如何为了酱料的配方害死我的父亲的？不可能，我父亲一生为人正直，他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。他就是这样的人。不信你可以去问他啊，你去问他。当然，你想要他开口跟你说话，那还有的等啊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一开始就有意图想夺走福康？这是他应得的报应。杨文，我告诉你，不管你是什么理由，你要是想蓄意伤害我的家人，我不会坐视不管。好啊，很好，至少你还是个实力相当的对手。至于程定雄嘛，他已经得到了他应有的报应。什么？董事长回来了？啊，好，好，啊，好，我先挂了。总经理，振华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再考虑考虑。不要再叫我振华了，爸，我的名字叫程康生。好，康生，你要离开我，我能理解。可是这个原先集团是你一手打造的，你怎么能说走就走呢？义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，我的离开不会对原先集团造成任何影响。爸，您能不能再想一想？或许我们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呢？只有我离开了，一切才能回到正轨。我不是易振华，我也不可能永远用别人的名字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否则你们怎么跟世人解释有2个易振华存在？都是我的错，我没想到会到今天这个地步。杜鹃，事到如今，自责也改变不了事实，你必须试着接受。振华，不，康生，我求求你了，没有你，我真的活不下去。为了意义，你要学会坚强。意义，虽然你不是我亲生的，可是你我之间的父子情永远都不会改变。我还是你的爸爸。爸，好好照顾你妈妈。还有，从今天起，原先就是你的责任。振华，妈！瘦了，也憔悴了。孩子，这段日子肯定很煎熬吧？妈，你醒了，我去叫医生吧。依依，你还恨我吗？怎么能不恨呢？连我都恨我自己。
有时候，人生就是这样，一步错，接着步步都是错的。妈，既然我们已经选择了走这条路，再艰难我们也得走下去，因为我们已经无路可走了。对不起，妈，别再说对不起了。我知道您那么做，也是为了给我一个完整的家庭。现在只剩下我们俩了，所以为了儿子，你一定要振作起来。无论我有多痛苦，都不能改变现状，也无法面对死寂，因为如今妈妈也只剩下我了。有事吗？有话就快说。有些事我不太明白。你现在又想找什么理由？我见过你爸爸了。你见他干嘛？你找他有事吗？你早就知道我们是姐弟了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他来找过我了。他跟我说，他是我的亲生父亲。所以，你才会想尽一切办法来伤害我，离开我，是吗？即使是这样，你也应该告诉我，让我知道事情的真相啊！冯思季，事情这么令人不堪，你还想全谅解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上天要这么捉弄我们呢？对不起，思季，我没有勇气告诉你真正的事实。那是因为我是那个偷走你人生的凶手，而在你和我母亲之间，我却只能选择他。这些风铃都是你妈亲手做的，她的那双手真的很巧啊，思季啊，对不起，我一直不知道你的存在。妈妈改嫁以后，过得还好吗？爸爸对妈妈很好，他们很恩爱。我从来都不知道，他不是我的亲生父亲，因为他真的对我很好。其实我们的家境并不算富裕，但是他有什么，总是会第一个想到我。他给我买书，
买皮鞋。感谢老天爷，让易雪遇到一个好人。当年我父亲对易雪一直有误会，不希望我跟她交往。为了跟你妈妈在一起，我断绝了跟家里的关系。因为身上没有钱，所以你妈妈跟着我，没过过一天好日子。这么说，在您出意外之前，爷爷都没有接受妈妈？是的。那天我们发现你妈妈怀孕了，我性急，就骑着自行车带她去医院检查。就在去医院的路上，发生了意外。那伯父出了车祸之后，就失去了记忆。对不起，在我心里，您还是意义的爸爸。其实，我并不是意义的亲生父亲。您不是意义的亲生父亲？这怎么可能？那他知道吗？他也是最近才知道的。他知道了，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也许是他觉得亏欠于你，也许是因为杜鹃。毕竟依依的母亲是害你失去父亲的凶手。我可以想象，依依在你和杜鹃之间承受了多大的痛苦。四季，你和依依都是无辜的，我真的不想我们这代人所犯的错误让你们来承担。那他应该把事实告诉我呀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四季，给依依一点时间，也给你自己一点时间，好吗？生活真是变化无常。如果当年我和你母亲没有发生车祸，不知道现在又是一副什么光景。可惜啊，生活中没有如果。但我没有想到，我会是程家的孙女儿。我明白您对程家的恨，我也知道自己无权要您接受我。而我若是继续留下，只会让您想起不开心的往事。所以奶奶，请原谅我的不告而别。原本我想当您一辈子的孙女儿的，现在我只能在心里当您一辈子的孙女儿。奶奶，我都吃醋了。哎呦，我也吃醋了。我也吃醋了。还剩下多少快乐或悲哀 Never say goodbye 小春、小秋还有小宝，我不在的日子，请代替我，一定要好好照顾奶奶。奶奶，奶奶，快出来！小秋、小宝，快出来！怎么了？一大清早的，你叫什么呀？出什么事了？奶奶，四季姐离家出走了。啊？她留了封信，走了。
所以奶奶，请原谅我的不告而别。原本想当您一辈子的孙女的，现在我只能在心里当您一辈子的孙女。小春、小秋、小宝，我不在的日子，请代替我，一定要照顾好奶奶。四季，怎么办啊？我大姐会去哪啊？都是奶奶把她逼走的。什么叫我逼她走啊？我什么时候让她走了？您是没说什么，但您的行为就只差没把她轰出去。什么话？我干什么了？我怎么了？我要不是奶奶整天嚷嚷着跟程定雄势不两立，一知道她是程家的孙女，就给她脸色看，她不走才怪呢。小程哥，你别说了。是，我是跟程家有仇，这点你们也不是不知道啊。换作是你突然发现为仇人养了10几年的孙女儿，你心里会好受吗？可和奶奶有仇的是程定雄，不是慧慧，更不是四季姐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们上一代人的恩怨，为什么要牵扯到下一代呢？奶奶，您就是黑白不分，颠倒是非。这是我的家事，轮不到你对我指指点点。同住在一个屋檐下10几年了，却还分你家我家。按奶奶的意思，我们是外人，不是您的家人，是吗？